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幸好谭松韵撑住了。仙侠剧《逍遥》开播，谭松韵第一次以仙侠大女主的身份亮相。开播首日，服务器被挤崩，收视热度齐飞，高开高走。当所有人都在抱怨仙侠剧拍腻了、拍烂了，再难有突破，逍遥却给出了另一种答案：只要有人真心演，观众依然愿意相信。而撑住这一切的是谭松韵，收视率迅速攀至 1.5%， 热度瞬间飙升。谭松韵果然没让人失望，她的首部仙侠剧《逍遥》开播了，连央视都力挺。镜头里的她和以前完全不一样，不再是甜甜的邻家妹妹，而是有了仙气，有了侠气，眼神里有天真，更有坚定。在《逍遥》里，谭松韵演的角色很复杂，她要在拯救天下和守护爱情之间做选择，要在责任和自由之间找平衡。一开始，很多人担心娃娃脸能撑起仙侠大女主吗？但剧一播出，这些担心就没了。她把角色演活了，从开始的单纯，到中间的痛苦挣扎，再到最后的果断清醒，每一步都让观众信服。尤其是几场哭戏和打戏，能看出她这些年的进步和积累。巧的是，《逍遥》开播，与她的见面会撞档了，被网友调侃说谭松韵撞档谭松韵，也就是谭松韵自己撞档自己。有网友说，左手看逍遥修仙，右手看谭松韵唱歌。很多人认识谭松韵是从《甄嬛传》里的纯儿开始的，那个爱吃点心、天真烂漫的小姑娘，让她一下子被记住了。圆圆的脸，大大的眼睛，特别有观众缘。但可爱这个标签也成了她的限制，好像找她的戏都是甜甜的少女角色。直到2016年，她遇到了最好的我们。26岁的她演高中生耿耿，一点都不别扭。她不仅演出了少女的活泼，更演出了暗恋时的小心思和成长中的烦恼。这个角色让她火了，谭松韵成了青春剧女主的代名词。可是她心里明白，大家喜欢我演这类角色，我很感谢，但我不能永远只演一种。就在事业越来越好时，生活给了谭松韵最重的一击。2018年跨年夜，母亲遭遇严重车祸，经过20多天的抢救，最终离世。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几乎击垮了她。那段时间，她就像消失了一样。后来她说，那种痛无法形容，只觉得天塌了。更让她难过的是，肇事者酒驾逃逸，且态度恶劣。肇事者父亲甚至说，我的儿子因为你们，只能在牢中过春节。这冷漠的言语像一把利刃，刺穿了谭松韵本就破碎的心。谭松韵开始了长达1年8个月的维权之路。2020年庭审时，她站在法庭上哽咽道，在这1年8个月里，我每天都在治愈自己。我天天让自己去接受我的母亲已经离开人世的事情。我每天都很想她，但也是一直在等开庭这一天。那一刻，她不是明星，只是一个失去了妈妈，想要真相的女儿。最终肇事者被判6年，赔偿92万元。可真相刚刚宣判，谣言却四起。有媒体称她在母亲住院期间外出聚餐，给她扣上不孝的帽子。甚至有关谭松韵利用母亲去世炒作的恶毒攻击不绝于耳。她将赔偿款全数捐赠交通事故援助基金，分文未留。这段最黑暗的日子，让谭松韵一下子长大了，严厉的天真少了，
多了坚强和成熟。生活不会一直晴天，但坚强的人学会了自己在雨里打伞。带着这份成长的重量，谭松韵开始悄悄改变。他没有急着去演一些特别夸张的角色来证明自己变了，而是认真的挑剧本，在每一个角色里加入更多层次。以家人之名里的李尖尖还是很开朗，但有了更多侧面，对母亲的想念，对父亲的爱，对朋友的保护，对爱情从不懂到懂的过程。锦衣之下的袁今夏，可爱又聪明，是个能干的女捕快。请叫我总监的柠檬，则从职场新人一步步成长，变成独立自信的职业女性。然后就是逍遥，这次的角色，无论是类型还是难度，都是全新的挑战。这不是突然的变身，而是准备好了的绽放。他没有丢掉自己擅长的灵动和真诚，而是在这个基础上建起了更丰富、更立体的表演世界。他让人看到，真正的改变不是丢掉过去的自己，而是在原来的基础上长出新的枝桠，开出更美的花。从纯儿到逍遥，谭松韵走的路比我们看到的要长得多。他经历了失去亲人的痛苦，面对过莫名的伤害，也在每一个角色里慢慢修复自己，壮大自己。幸好谭松韵撑住了，这种撑住不是硬扛，而是从内心里长出来的力量。他用亲身经历告诉所有人，那些闪光的样子不是天生如此，而是在黑夜中摸索，自己一点点擦亮的光。生活不会永远晴朗，可强大的人学会了在雨里打伞。谭松韵没有被痛压垮，没有被恶意吞噬，没有被标签限制。他用一部部作品，一场场演出，把自己重新拼起来，把碎片变成光，把光照向未来。所以，当逍遥播出，当他在古装仙侠领域真正站稳，所有努力都悄悄得到了回响。这种撑住，不是硬抗，不是忍耐，不是勉强，而是一种从内心长出的力量。它让我们明白，闪光的人不是天生发光，而是在黑夜里咬牙前行，把每一寸疼痛磨成了星。幸好谭松韵撑住了，也幸好我们还能继续见证他的更多可能。